我会用100万作为赌注，在9个月内9万9的启动资金，最终达到100万的资产。我会用我多年累积的餐饮经验，不使用现在的金钱、资源以及人脉，用9万9的资金和一部手机，还有我创业之初挣钱买的第一台车，在9个月的时间，最终达到100万的资产。如果我失败了，我会用这100万分给我的粉丝。 今天我们到厦门的一个老市场市里，对，我们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找到我们一些重要的食材。鸡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，然后还有一个猪肉，猪肉可能是涉及到脱骨肉啊、猪头皮啊、猪耳朵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。这个大概多少钱一斤啊40，这个30啊。30。看见吗？这个28块。哇，现在猪肉好贵哦。还好这一段时间便宜多了。便宜。前一段时间更贵。 排骨呢？这种呢？45。哇，现在猪肉都昏掉了。啊，没钱赚了。这就是厦门著名的巴士了。啊，这什么鸡啊？这多少钱啊65。是多少钱？1斤15。哎，像长期如果找你买的话，价格还有谈吗？有便宜。大概多少钱啊18块。猪蹄怎么卖啊？ 猪蹄15块。跟我们上午那个市场差了1倍。上午那个市场猪蹄是30块钱一斤，这边是15块。谈一谈，刚才说14块能给我。他这边就有一点点批发的性质。那个上午那个完全是面对市场的。老板，那猪蹄多少钱？23的，就同一条路上面问哈，都有不同的价格，有23的、24的、25的。刚才去巴士转完以后，发现价格是很多的。除了价格以外呢，剩下一定要对比它的品质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到时候呢，价格确定完了以后呢，还要把产品买回来做一个测试。还有一个思考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套餐的卖价，我们要根据我们套餐的这个售价来选择最适合我们的食材，在我们人均客单范围内最好的。首先保证食材的安全、品质的可靠，这很重要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根据我们套餐的这个售价来选择最适合我们的食材。 听说漳州有个100年的老卤，今天呢，我想去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可能了解到它的配方，或者说怎么卤的，先去感受一下，希望今天会有个好的收获。快到了，看下地图。 猪蹄肠子、尾巴，那个是鸡是不是？那可以，100年卤汤太香了。老板好，对，那个简单交流，我们再拍一个那个纪录片纪录片，这个看起来很震撼啊，这么多可以堆在这里，那说明这个每天销量没有，这些是早餐，下午还要再来一批。卤汤是这样，如果按我们家族自己知道的话自己知道大概有100年几年了。100年几年？怎么做100年的？汤是等于说你不要断火，每天如果少的话，加些食材，就是每天给它煮住。 因为现在你真正估一下，都能收到很多卤料的配方啊。对，其实大同小异，是不是？大同小异，真的是大同。就是说，我们这边会比较偏甜。如果到外面你说这种口味出去的话，估计比较难走得远。但是在闽南这一带是很好发展。那等于说用的那些配料什么都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一样。区别就是这锅卤汤一个时间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根据地方的口味已经习惯了。 OK， 走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108年的老卤的母汤，太开心了。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之一。还有一个收获，他给我写了一个简单的配方跟流程，但是我也做不出来这个口味了，因为他今天跟我交流的时候已经说了，其实卤的配方啊大同小异，但它味道能这么好呢？ 是因为它卤了108年，每天都有大几十斤、上百斤的肉，放在这个卤汤里卤，
产生的化学反应，让这个乳糖越来越浓厚。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方法，因为不可能我再用100年去养一股老乳。那回去以后呢，我想用这个乳汤做一个研发，尽量去还原接近这个老乳的这个风味，让它跟饭配起来更香更好吃。今天的收获太大了，感谢上帝。我信佛的，感谢佛祖。这次漳州老乳我不知道会这么顺利，我觉得麝香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成功率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那让我想起一个事情，我们公司的 HR， 我们跟他讲去挖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让他冒充猎头公司，因为猎头公司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，他其实不会很反感。第一个，有人欣赏我，有人来挖我；第二个，他会了解他市场的行情，所以他很愿意跟你对话。如果你是一个竞对公司挖他，他也有可能不听你讲，下一句话就给你挂掉了。那我觉得我们在漳州找乳的时候，因为有麝香鸡，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，所以他很乐意跟你去交流和分享。不知道你是媒体还是干什么的。那未来呢，大家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工具或者一些道具，来帮助自己更容易跟人家拉近距离。今天我们要做个最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把产品试出来。因为那边没有装修好，我就只能借了一个厨房。我们今天要熬一个鸡汤，然后要把这个卤味试掉。唯一最担心的就是买不到好鸡，因为市场上的鸡啊没有很特别，只能选最贵的。鸡汤的最关键是要清甜，然后有那种鸡的香味。45分钟，那要到差不多11点半吧。我们不是去拜访一个老店吗？他给了一个神秘的配方。那其实这些东西相对来讲也是卤味常用的一些东西。我觉得关键是个配比。猪八戒的脚。那我们今天起一个新卤，就是我尽量去调试，试一下腥味，看看能不能去接近那个味道。鸡油还是 OK 的，有一些鸡油，这是鸡差不多熬出来的。我试了一下，这个乌鸡不是很好。那这个鸡呢还过得去，已经市场最好的鸡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差点。那后续呢，我要再寻找一下这个鸡的这个食材，想办法把这汤做到极致。时间到了，这个可以开锅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试试这个卤汤。这个是我们百年老店来的老卤，你看这颜色比我们深多了，不懂待会会不会咸死？油香，我再试试我们这个。比例不会对，浪费啦！刚才重新研究了一下，调了一锅，我们再试一下。关火油还要焖30分钟，香味 OK 的，你要不要闻一下？在最后试一下，希望这次能成功。这样，感觉很接近了。待会你帮我试一口，看到颜色没有？相当的好看哦。太好吃了，没问题，妥妥的。我赶紧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好吃吗？可以啊，太赞了。借来的地方还是要弄干净还给人家。鸡汤还是比较好办的，就是后续可能找到更好的机缘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那卤汤呢，第一次还是有问题的，挺害怕的，就是因为卤汤是一个主要的产品，还好。基本上我认为相对比较接近了，应该可以达到70分吧。那后续呢，我觉得在那个底汤再浓郁一点点就没问题了，味型总体来讲很接近了。
听说闽北有款黑鸡不错，鸡肉比较紧实，肉味也足，我想去找一下。明天上午6点20，我们大潭集合，完了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快乐的小狗们都在工作间。我没想到这么好找，就在你看9富山的山脚下，我看到鸡了，走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鸡鸡们让路，他们都以为我要喂食了，可能你看都往我飞奔而来。你看我被鸡踩了无数脚，你知道吗？来回在我脚上踩。这是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看哦。找到哪给他吃啊？米糠是吧？糠跟玉米，哦，糠跟玉米。这是什么鸡品种啊？我们尤其本地的那个双冠黑脚的品种。哦，本地的。我们本地话就叫土鸡。哦，叫土鸡啊。人家现在在外面大城市吃的鸡肉甜，是靠味精。他们都是靠调料，我们不用放调料。鸡够好就行了。对，我们靠时间到了，自然就会甜。我觉得这些鸡还是蛮幸福的，这么好的山，你看这个水这么清澈，空气这么好，好山好水才能养出好鸡。我蛮喜欢这里的鸡的，带我谈谈价格。你看，这是鸡在生蛋。啊，2个。如果能用这个鸡实现5元的鸡汤粉，那就屌了，生意不火都不行。现在就看怎么实现它吧。这个鸡汤我觉得是灵魂，我想把它做好。好的生意就什么，消费者他一定要感受到你的好，当然经营者也能在里面赚到钱。这鸡肯定会比较贵一点，他给我报35块了，卖游客可能卖到50几块。35鸡太贵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把价格压下来，看看用这个鸡熬成汤，让那个汤达到我想要的那种鲜甜的标准。到底能不能把成本控制在5块钱以内？5块钱一碗的粉可以不赚钱，但是也不能亏钱啊。老板非常忙，因为刚才老板有很多东西要送市场什么之类的，没有太多时间理我了，留了联系方式，后面我会跟他再做一个交流。